来新闻大白话，人家说呢，这多一个朋友啊，就会少一个敌人。就现在川普呢，是不是把两个人都得罪了呢？其中我们看到是美加，现在是不是闹翻了？因为我们看到川普呢，他宣布说要对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再加征10%的关税。好，他讲的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安大略省播放反对关税的广告哦，还引用了美国前总统雷根的谈话呢，引起他的不满。那他指控的呢，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说世界大赛都要开打之前呢，还没有撤下广告这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可是真的这个广告就是罪魁祸首吗？还是川普只是拿来当一个借口呢？因为其实一开始川普还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他很平静，他用讽刺性的赞美，他说：“如果我是加拿大的话，我也会接受这样的广告。”结果2天半之后谁知道呢？风云变色川普现在非常生气，他震怒了，他说这个广告是虚假的，而且呢，严重到我要终止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所以这是不是其实根本就是川普的借口因为呢，其实代表什么？他做错了什么事吗？那不止跟加拿大美国跟印度现在是不是也闹翻？因为呢，印度的商务部长他们说，我们正在跟美国沟通，也不会仓促的达成任何关税的协议也不会让他用枪口抵着我们的脑袋情况下达成任何的目标。好，那还有看到我们看莫迪直接就缺席了东协峰会那原本有传出说啦，可能是不是因为排灯节？不过有消息透露说，根本就是因为贸易协议上，印度不希望在最终敲定之前呢，和川普可以举行这样的会面那么这样已经是莫迪连续第3次拒绝跟川普面对面的会谈，前2次呢是9月27号的联合国大会，10月10号的加萨和平会议莫迪都是缺席的。好，那现在川普的这个保护主义政策呢，似乎也损害了美国和包含印度在内这些盟友的关系了。中印关系相对来讲反而是缓和，这代表说全球的秩序是不是也可能发生了转变？我们看莫迪呢就登上了他们国产的航母进行视察时他就说，甲板上有一架状态非常让人家很担心的这个米格29K 舰载机意外成为焦点。为什么呢？因为就被捕捉到说这个战机怎么会机身锈迹斑斑甚至涂装都脱落了，而且轮胎还气压不足。这样的问题呢，就源于什么？除了是印度海军当然在保养维护上可能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战机本身的设计缺陷也有关系，尤其是它的抗腐蚀性的能力不太好，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些零件老化，或者是呢液压管线坏掉等等的问题。那这样的技术呢，也导致说它的出勤率是长期非常的低的，即便是最佳的状态也不超过50%，甚至今年5月印巴冲突的时候，它也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当中，它根本就没有发挥作战的能力那倒是呢，国际间是不是只剩下日本最忠心？因为高市早苗呢就和川普最新他们通了一个电话，那双方就决定说会提升美日同盟的新高度。川普呢也就因为他人在出访就亚洲嘛，那在飞机上呢，他就赞美高市早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首相。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日本呢有大豆卡车天然气的订单，川普当然呢也是很开心嘛。那川普28号也预计跟高市早苗会共乘陆战队1号到神奈川的这个横须贺海军基地他们要视察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据了解就是说美方让外国领导人可以直接登上陆战队1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所以这被视作是强化美日同盟以及加强交流的一个机会那是不是想要透过说呢，和日本新政权的合作川普就可以借此也取得对中谈判的一个外交筹码呢？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呢？这个川普连续跟印度跟加拿大看起来关系都不太妙。川普跟加拿大这边已经搞了很久，本来前一阵子看起来双方关系好像开始缓和，结果现在川普突然之间又对加拿大加征10%关税，说翻脸就翻脸，而且用的理由非常荒谬，就是因为人家一个广告登那个广告，就这个实在是有点瞎。那当然，川普就是一个说变就变的人，他可能突然之间觉得，不能对加拿大太好，所以还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对川普这样的始终反反复复的个性，你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可能对他有信心？那你怎么能够保证我今天跟你谈的事情，你明天还会被作数？所以这个东西，他如果不改掉他这个坏毛病
我觉得他在世界上的朋友一定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信任他，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那莫迪本来也希望能够经由跟川普的见面，看是不是能够让美国对印度施加的压力能够缓和下来，不要再征这么高的关税。那照理来说，以美国的大战略来看的话，他不是一直强调要印太架构吗？不是一直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钳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吗？结果呢？结果现在川普的做法根本是把俄罗斯跟印度都推到中国这边去。那这个是违反他自己美国基本战略，可是川普就是这样做。所以印度，我觉得当然他是讲说他不愿意被枪抵在脑袋上。那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他现在也发觉，现在如果你急着去找川普，恐怕川普也不会对你有所让步，搞不好他要的更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不如以拖代变。其实你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川普都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好嘛，现在你在风头上，你对我施加这些关税，你对我做了这些要求，那我没有办法直接拒绝你，因为你的压力太大。可是呢，我就跟你拖。你看日本、韩国其实到现在都还在拖，因为一个被要求5500亿的投资，一个被要求3500亿，那这个不可能拿出来的，一拿出来，他们自己的经济恐怕就要垮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日本、韩国都是用拖的，以拖代变。其实我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直在拖。政府用2种拖法，一方面对内说关税还在谈，实际上美方早就已经定了，根本不是什么暂时性关税，那就是已经决定的关税。但另外一方面，他继续不断的去找美方谈，看是不是拖时间久了之后会有一些变化出现。我觉得世界各国差不多都会采取这个态度。所以对印度来讲，当然我既然谈不赢你，那我就想办法拖。看是不是川普未来整个世界局势变化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新的契机出现。那至于说印度的这一次莫迪上去航母，把自己的东西曝光了，其实这很正常了，因为印度的这个维修保养本来就是世界数1数2的糟糕，它掉战斗机的数字是全世界第一，他没有发生过几次战争，可是自己因为这个保养维修不力而失事的飞机，那个是多到不可胜数。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米格29K 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没什么好意外。那印度如果不改掉它这个坏毛病，就是你肯花大钱买新锐武器，可是不肯花大功夫去好好保养的话，那未来这种情况还是不会改变，它的妥善率一定非常非常糟糕。那至于高市呢？高市其实上来之后，他首要任务就是要去安抚好川普。可是问题是，安抚好川普的目的是希望他对日本的要求能够降低。比如说关税是不是能够再调降啊，或者是要求日本投资美国的是不是可以相对减少，或者是时间拉长一点，不要那么急。可是现在是初步的接触，看起来他跟川普之间谈的是蛮愉快，可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而是像之前的首相一样石破茂一样，还是被美国压着，必须要做出更多的承诺，那我觉得恐怕日本国民对高市也不见得会买单。来，李站主。讲到印度三哥的军武我就要讲笑话给大家听了这个你知道，这一艘维特兰特号是印度自己制造的这种航空母舰那他自己也有制造舰载机，叫光辉战机那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光辉战机在他自己建造的航空母舰上面当舰载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同样都是他自己建造，但是他放上去以后，他发现他的光辉战机翅膀没办法折起来，也就是说，他的维特兰特号的升降机没办法升降他的光辉战机，所以他必须还用这个俄罗斯当初卖给他的这个米格29。米格29是多老旧的飞机啊，是1980年代到现在已经使用了40年。那我们以代来计算来讲的话，它等于是这个第3代战机了所以老旧是很正常。但是法国现在没办法，它这个飞机来讲，它自己造了光辉号，不能在升降机上面起降，那等于白做了。就这情后来谁看到了？你知道？法国马克宏看到了，法国马克宏商机来了。他马上跟老莫讲：“老莫，你不要去改了，那个改工程太大，我把我的标风战机卖给你，我为你量身定做我的标风战机，我的翅膀可以配合你的升降机来折叠。”法国马克宏就把它卖给这个印度的航空母舰当做舰载机，总共卖了多少架呢？卖了26架准备给他当舰载机。那
这个马克宏法国趁这个机会也赚了一笔生意了。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它军武就这样，你自己做了航空母舰，你自己做了舰载机，居然这两者不能相容，不能配合。到现在为止，你变成要跟法国去买它的标风战机。那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这个也很有意思，大家看到高市早苗他要去搭这个川普的陆战队1号的那架直升机。去航空母舰上面，大家会觉得奇怪。陆战队1号，我每次看到电视新闻上面都看到川普从白宫走出来坐的那架直升机，那为什么会突然到日本去？你要知道，这个美国川普总统他出国的时候，他自己坐的是空军1号，但是他随行的还有2架这个空军的大型运输机，带什么呢？其实他这个陆战1号的直升机，他还带2架，他不是带1架，还有带他的野兽内部汽车，那到哪里去，他都带到哪里去。这是国家这个元首出国去这个访问来讲是必须要配备的了。所以，我们除了这2架直升机之外，其实你在之前在阿拉斯加你也看到这个川普邀请普京坐在他的野兽1号上面那我们也看到，包括到这个金正恩去这个访问的时候，也邀请这个。普京坐在他的这种普京邀请金正恩坐在他的这种总统的专车上面，所以总统出国去的时候，美国是特别有钱他除了带车子之外，他还带直升机因为有空军帮他运输。但是我觉得高市早苗这次来讲的话，可能没有那么轻松能够过关。第一个，川普一定逼着他，大概明天会见面5500亿你答应我的，那不能前一个石破茂答应我的，你高市早苗说话要算话，你必须要承认这笔当初这个投资我的这笔金额不能赖账。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一定会跟他谈有关的美军驻在日本的军事分摊的费用，就是要高市早苗要分摊美军在这边的相关的一些费用，甚至于美军的指挥权等等这都是高市早苗后续来讲面对川普必须要谈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一关不见得那么好过他不见得能够在川普那边。那如果说你不听话的话，我们看到川普的脾气多大，对不对？你看到他对加拿大可以马上课征10%的关税，可以把泽伦斯基骂到白宫外面去摆一张小桌子开记者会。那高市早苗，我觉得明天现在大概也是剉咧蛋在那边等看川普会对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就代表关卡才正要开始来。对，我觉得因为川普打这个关税战到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是怎么讲步步为营了，都承受很大压力。因为川普特色大概就是不分亲疏哪怕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盟友都一样这点跟过去的美国总统是大不相同。那老实说这里面提到的国家我们可以看看从川普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之后包括像是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瑞士、印度这些国家在不同时间点其实都跟美国有很大的一个冲突，但川普的策略基本上都是软土生绝他不会轻易的放手。那除非是你真的在贸易上在你的杀手锏上跟中国跟美国是等量齐观比如说是北京，那才会慢慢川普会慢慢跟你谈下去。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有几个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过去跟美国是水乳交融但是从去年川普胜选开始，大家还有印象吗？当时加拿大的总理小杜鲁道其实就有很多言论是直接跟川普硬着来而且是加拿大整个全国上下的氛围是有点同仇敌忾，因为川普好几次讲话说到把加拿大并为是美国新的一州。那到现在的卡尼，其实他也是他的姿态其实非常非常强硬所以但结果怎么呢？会看到，因为川普不高兴的就是这个安大略省的这个作为，因为安大略省其实不是加拿大唯一的地方政府要跟美国对着干，不是，而是他们全国举国上下自发性的作为里面的一个部分。但这个广告让川普看到他是高度的不高兴，所以他用很大量的一种攻击，意思是说我就暂停所有跟加拿大的一个贸易跟关税的谈判。那我不禁要说有没有效？其实有效，因为这1对1的时候，美国是占有上风，卡尼马上就松口了，他说我们要撤回这个广告，而且我们希望能够立即跟美国恢复这个贸易的谈判。那这就是川普的风格。那印度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印度其实我们知道10月初的时候，印度总理莫迪跟川普的确通个电话，当时大家的感觉是好像稍有缓解，因为从双方的这个对外公开的讯息都是就是还是好朋友，还是好的经贸的伙伴，甚至有传言说因为本来川普非常凶悍，对印度技术是50%的高关税，不前几天才有人讲说
也许川普就要把它降到15%或16%喽。但事情有这么的简单跟单纯吗？马上跟你讲，没有。对啊，因为友谊的小船马上就会翻掉，那哪一天可能再把它救起来也不一定。因为现在来说，对于印度来讲，其实已经不是让跟不让的问题，因为有些议题是让不得。包括川普希望美国大举扣关的农产品跟这个乳酪的这个制品啦，其实对印度来说，印度是小农经济，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的这个制造国之一。那贸然入关，这里面包括是印度的农民的生计，还有食品的安全粮食的安全，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是美国的基因的这个农作物，所以印度是守到目前为止，而且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所以印度跟美国关系能不能很快能够复原，我觉得还要再观察。我们也持续带大家观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解放军大秀肌肉现在呢，大连造船厂他们就释出了这个空拍照片当中显示下一艘的超级航母目前发展是相当的迅速。那它被普遍外界称为是新级别的一个004型航母，排水量呢号称已经超过了美国最先进的福特号了。那现在还有除了这个航母之外呢，中国的装甲部队也说跨入了一个超视距的时代因为官方的媒体呢就暗示说100式坦克现在已经列装了，而且呢还有包含像是隐形战机现在也有超强的涂层，号称是可以承受摄氏1000度的高温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对抗什么呢？现在看起来反而是川普的家族呢在军工复合体目标要捞钱了吗？因为川普的长子呢最新消息是他们入股了一个新创的小公司，这样的小公司竟然拿到了美军无人机零件的大单大家很意外。那纽时就分析说呢，他在美国国内只有生产马达几周，没有想到呢，在川普儿子入政之后竟然就拿到了这么大的订单而且呢，很可能呢，这公司就马上可以受益了。我们还发现到说呢，其实现在还有匿名有人捐了40亿元付了美军的薪水，结果纽时就说，这原来是有一个神秘金主，他是美国银行业的巨富梅隆家族的继承人，他就在川普第2次竞选呢，开始长期资助共和党，所以大家也质疑了，说川普你跟这些政商呢这么好那是不是其实也有一些违规的疑虑呢？因为法律专家就认为说，用私人捐款来支付军饷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罕见的，那也很可能是违反了反赤字法案。好，那另外是在晶片大战当中现在美国是不是也有一点上色主导地位呢？因为现在中国就说秘密打造了一个晶圆的国家队他们希望呢可以有科技突围，而且呢就是在这个2025的湾星展上面就发布了这2样的重磅商品是完全自制的这个晶圆设计软体，另外一个是超高速的即时示波器好，那就中国呢主半导体链他就说华为出人，现在深圳就出钱，2021年呢华为跟中国半导体的产业正深陷美国晶片禁令的一个寒冬，那也因为这样的寒冬，所以他们现在就自己要帮自己找出路嘛，所以华为内部呢有很多的研发人员他们突然消失。同年7月，深圳的国资委呢低调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新凯来公司，所以他们是不是呢也自己呢要想办法来突围呢？所以提高这个晶片现在接下来就是要有良率了。所以大陆的团队呢就开发出了这样的光阻剂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可以减少曝光缺陷。法国的媒体也提到说，既然就是你封锁我了，那所以我就告诉你，我也可以自己制造所以反而呢，帮中国的这个晶片产业更推进了。尤其像你看 DeepSeek 出现之后呢，中国就试图要借着这股效应来缩小和美国在科技上的差距。美国既然在高阶晶片上面有制裁有封锁，那这反而是成为了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兴奋剂。好，腾讯呢也首次公布了他们的这个数据报告，显示说 AI 是深度融入了他们的研发体系让整体的研发效能可以提升超过20%。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当然现在呢，解放军在陆海空的升级是不是也给美军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或者是警惕？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的军武进展当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我觉得他现在正在把一些新的概念带进去。虽然他下一代的这个004型的航母看起来吨位可能比美国现役的10万吨级的航母还要大，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它在电磁弹射上面的技术居然能够后来居上，还甚至看起来比美国的福特级还要稳定。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显示中国大陆这几年呈现一个科技大爆发的一个状况。然后你看它的140坦克，它也完全扬弃了过去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装甲要很厚重，然后主炮口径要越来越大。它相反的，它反而不走这个模式。其实140坦克的装甲比994薄弱，而且吨位也比较低，只有45吨。那主炮的口径也比较小，可是它里头大量应用了 VR， 让它可以直接用超视距作战的方式，等于把全新世代的这种作战概念带入了坦克装甲作战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些新概念进来，未来都可能会改变战场上面的一些态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持续观察，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军在很多东西还在固守那种2战时期的思维，是很诡异的。人家都已经打到另外一个层次了，我们还在固守过去的这些旧想法，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将来在战场上，万一真的发生战争，恐怕要吃大亏啊。那同样的，我也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也就是总统的儿子开了公司去包政府的工程，你确定这是对的吗？这个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吗？这个美国的法律没有禁止这些东西吗？我真的觉得非常诡异。然后私人金主可以直接捐赠军队的薪水，这个听起来也很奇怪啊。美国的法律可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这个非常非常诡异。而且1.3亿美元，美国军队有130万人，你每一个人也才分100块啊。居然是这个有什么帮助？对，这个捐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诡异啊。美国有一些操作已经让人家觉得看不太懂。那当然，你从另外一个反向来看，就是说，川普现在有恃无恐，他用这些超出常理的办法在干什么？他继续维持他政府的运作，而且在跟民主党硬干到底。所以美国这一波这个联邦政府shutdown恐怕会拖的时间比上一次还要久，比川普1.0的时候还要久。那就看双方能够撑到什么时候。那中国大陆他也知道自己在科技上一直遭受美国的压制跟封锁，所以他一直在求什么？他应该要求的就是弯道超车，也就是如果我一步步都按照你过去所定下的这些规律、这个路径的话，我永远也追不上你欧美。所以他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思维出发，从其他的方式去达成甚至超越你的效果？中国大陆现在这几年就一直不断在干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新的想法、新的做法都会出现。那至于会不会成功，这很难说。但是他们至少在努力尝试这些事情，而且看起来在某一些地方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至于运用 AI 在这未来的辅助设计也好，或者其他的工程也好，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那中国大陆已经大量开始在应用这些东西了。那重点就是我们台湾自己也说自己要成为 AI 岛啊。那我们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吗？政府投入了多少资源下去？我们的进展到底在哪里？其实看起来我们跟对岸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恐怕快要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来，李将军。这个140坦克我特别要介绍一下，因为这确实是对我们台湾威胁很大了。这个在93阅兵的时候，它有展示出来。第一个，我们跟我们台湾的我们现在买的 M1A2T 战车来做个比较。我们 M1A2T 战车到了63吨它只有45吨。那为什么比较轻呢？那我们的主炮是1.2洞公里，它就1.5公里。那炮管为什么比我们1.2洞要比较小？那是不是它的装甲防护力不如我们的这种 M1A2 战车？但是你知道，这个从这辆战车设计出来，其实它这个陆战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它这辆战车来讲，我们所谓钢板厚就是防止敌人打我们嘛。其实反战车最好的武器就是战车反潜最好的武器就是潜艇。所以我们看到坦克大决战就是战车跟战车打。那它这个主炮目的，其实原来主炮的目的就是在打敌人战车，所以我们看到炮上面装的都是5翼脱壳装甲弹，打的都是穿甲弹都是打敌人战车。那现在来讲，它观念已经改变了。第一个来讲，它防护不靠装甲的厚薄来防护，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它的四周的一种这个反应
装甲哈，也就是说，如果说一旦有无人机接近它的话，它360度它立刻可以感应到，不只是无人机接近它，如果说是有反战车飞弹接近它的时候，它立刻可以发射这个相对应的飞弹，将这些对它来袭的导弹将它击落。所以它是靠我把你打掉，那我不是靠你打到我以后，我的皮厚来挡住你，而是我直接对你来将你击落，所以它不需要它的装甲做到这么厚。那第二个来讲，我们看到它为什么这个炮口会比较小？比较小是不是代表它的这个穿甲的能力会比较弱哈？他现在打战车的观念也改变，我干嘛用炮来打战车？炮最多就是打这个4-5公里远嘛。那我用飞弹来打你，是不是更准？摧毁力更强？所以它这辆战车上面装了很多的反装甲的飞弹，所以它事实上你可以看它是一辆战车，但它主要是打战车的是靠飞弹。它的防护主要是看反装甲的飞弹，这个反飞弹来做装甲防护。那另外来讲，它在操作上面，我们这次看到它这个驾驶员脸上头上戴的那个头盔，在93阅兵，我们看到他戴的是一个 VR， 是吧？就是说它四周来讲360度感应，也就是它驾驶在里面来讲的话，它头随便往哪边看，那个战车等于是透明的，它可以看到360度都看得很清清楚楚。我们台湾是不是也要引进这种东西啊？不然的话，我们上次汉光演习，我看到我们战车这个横冲直撞了，把人家民车很多都撞烂了、撞坏了。那如果有这种设施来讲的话，360度可以感应来讲的话，可以避免这个视线就没有死角，不管是在攻击或防护上面就避免掉很多的死角。所以这款战车那为什么我说对我们威胁会比较大？因为它重量45吨，我们再结合前一阵子看到这个大陆所展示出来的这个登陆的船艇就是接驳船啦那它这个战车45吨是不是很轻便的，就可以从这个登陆艇上面装很多架从这种接驳船上面就直接抢滩上岸。那如果说对我们的 M1 战车又没办法挡得住的话，确实对我们威胁是很大的。来老师。对，我觉得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能力最近20-30年是快速崛起，当然引起美国很大的重视。那尤其是海洋的力量海军这方面的这个能量，当然是美国最关切的。那福建舰应该从今年5月开始，至少9次海试随时都有可能正式服役。那与此同时第4艘航舰004也在动工当中。那现在大家对004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评估。但一般根据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还有一些智库评估，它可能比现在的这福建舰8万吨更大，甚至会大过于这个福特级这个10万吨的这个规模，可能到11万吨、12万吨这么多。当然还是电磁弹射。那因为它的这个更大，所以它的舰载机的数目会远大过于现在福建舰的大概45架到60架左右，那也可能会高过于福特级航舰大概有75架到80架的舰载机的这数目。那我刚刚讲美国近年来是比较担忧因为它的海上的这个作战舰的主力大概还是伯克级大概74艘驱逐舰那目前还有20几艘的合约，那还有包括像巡防舰星座级也有20几艘在建造当中，但中国大陆的这个主要作战舰的数目可能是大过于美国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不前一阵子还在讲说他打造黄金舰队，但是比较概念式，但是他可能指的是因为目前中国大陆海军解放军海军的所谓的万吨大区大概是12000吨到13000多吨，那目前可能会建造8艘加8艘16艘这么多。那其实美国也有在川普提出黄金舰队之前，美国海军跟美国国防部也有所谓的这个下一世代的这个驱逐舰，当时一般所推测的大概是万吨以上驱逐舰，也大概是13000吨这样的这个状况，但是目前为止呢，并还没真正的动工跟建造，所以可以想见以美国军事高层跟领导者的心中海上的力量的对比，也包括海下，包括潜舰，其实他们念兹在兹因为目前而言美国主要的这个作战舰包括勤务舰艇，大概是300艘以下，数目其实是已经慢慢落后于中国大陆。其实美国希望做的是急起直追所以。好
我补充一下啦，应该是说这个川普知道他要先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才把这个关税的日期定在隔一天11月1号。好，我们来看到啦，就是川普的亚洲行似乎这个筹码有点不够，没有办法继续跟这个习近平过招嘛。那么美媒也形容呢，他这一次的亚洲行呢，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一次赌局。这个我们来看到呢，川普的前国师班农他说呢，中国已经向美国发动了经济战，所以川普此行等于是在掷出最沉重的铁骰子。好，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川普来到亚洲，那虽然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他跟习近平的过招，但是现在还有其他亚洲的国家，他们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微妙。在这个美中夺权还有影响力的战场上面呢，不仅仅是兵力武器，还扩及了供应链港口以及资料中心。那么这个时候，亚洲各国政府面临就非常大的选边站的压力，必须要如何去权衡两强之间的获利，才不会惹得一身是腥。我们先来看到日本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跟高市早苗呢，可以说是已经相当的积极在沟通了。他已经跟川普已经跟高市早苗来通话了。那么川普也赞说高市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首相。那么这个高市呢，他也提到了他会强化这个美日同盟，期盼能够为自由开放还有印太来共同合作。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就是因为川普即将要来访问东京了嘛，所以日本呢也是严阵以待，动员了1.8万名的警力，要来启动超高规格的维安。那么他在跟川普会晤之后呢，高市也会跟川普一起来搭乘这个海军陆战队1号，来一起前往神奈川县的横须贺海军基地，来停靠世桃间那里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而据了解呢，美方让外国领导人登上这个陆战队1号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哦。所以呢，这被认为是要强化美日同盟，要加强两国领导人交流的机会。好，另外我们来看到日本的隔壁，也就是南韩跟北韩了。没有想到在川普参加东协的峰会前夕呢，南韩竟然是出现了这个反川抗议，这个情况跟日本也差太多了吧？在南韩呢，有超过1000名的这个示威者聚集在首尔席地而坐，高举他们不要川普的口号，还有愤怒的民众举牌，就是因为这个美国一直拿关税来压南韩，说川普是强盗，不是来谈判的。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川普呢虽然是会去南韩，但是在这个北韩的部分呢，他也是非常的想要见金正恩。北韩说呢，记者就问到了川普说，北韩说，如果想要跟美国展开谈话的话呢，必须要先承认我们北韩是核大国。结果川普马上就说了，我认为北韩某种程度上就是核大国啊，还打趣的说，北韩的核武很多，但是他们的电信通讯不足啦，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吧？你们帮我去传话一下，我怕他们的收讯不太好。好，但是川普虽然是有一点在开玩笑，但是他这样一讲呢，哇，完全正中了北韩的心。因为过去美国其实是一贯拒绝正式承认北韩的永和地位的，还坚持朝鲜半岛应该要无核化。结果没想到昨天川普说，我认为他就是核大国，是完全就是跟这样子的政策产生了冲突啦。甚至呢，这个川普的亚洲行还没有排这个川金会，白宫也说他还是很愿意的去跟金正恩来对话的。好，另外呢，就是来看到马来西亚的部分了。川普呢已经抵达马来西亚了，结果他竟然是在这个红地毯的地方高规格迎接他，甚至这个川普呢也很高兴的跳起了舞哦，手舞足蹈的。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呢，在美中角力之下呢，川普也会出席这个泰检停火的签署协议。这件事情就有点妙了，因为中国是被排除在外的。由于这个中国未受邀参加此次的仪式，所以部分人士就认为呢，此举可能反映了美国与东协意图在区域外交中去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凸显华府在印太安全事务上面的积极介入。也就是说，川普是很想要抢功的啦。而且美国官员还帮腔说，泰检停火中方是没有什么贡献的所以呢，怎么看都是美国起了比较重要实质性的角
角色。但是怎么说呢？过去这个太检两方都多次公开的感谢中方去调停、去停火的。好，另外呢，除了这个停火的问题，这个马来西亚跟美国也希望能够借此来谈到这个晶片零关税，而且预计在10月26号就要达成协议。可以看到这个川普的亚洲行啊，四处蹭，一下也要蹭这个停火也是我的功劳，一下也要蹭这个印太的布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亚洲各国还是很会看角色的，很会看脸色的，因为他们不像这个中国嘛，能够去跟美国来有这个谈判的这些筹码。那么杨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泰国跟柬埔寨的边境冲突很久了哈，打过几次仗。都很短，那这一次也是一样，跟川普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讲句实在话，他们停火本来就不会扩大，然后呢，后来反而变成泰国自己内部的一个政治的事件啊，他的就是总理反而因此下台。不过比较是跟整个东协东盟的，就是主席安华马来西亚总理关系密切，以及跟中国大陆当然也关系密切，所以。川普来这边需要一个场子，大家做一个秀给他，我觉得大家都了解。但是呢，这里面显现出你在亚洲跟以前不一样的，美国跟以前在亚洲真的是无往不利啊，大家都会巴结他，把他视为是最重要的来访。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不只是韩国那边的示威抗议，你看看，在你跟中国大陆这边川习会现在都还不确定嘞。谈判的结果是有进展，我们希望它有更好的进展。毕竟两个大国经济第一大、第二大，一个31兆美元，一个21兆美元。中国现在已经来到美国的70%的 GDP， 那这里面当然有汇率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这样子的两个大的经济体，如果真的碰撞，完全的进入到经济冷战，而且这个脱钩断裂，对世界经济都不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也在那个会场出席的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前2天就接受到英国金融时报的访问，他说现在全世界已经进入到后美国秩序过渡期。这个讲得真好，后美国秩序，因为美国现在其实已经不太愿意插手太多国际的事务，从各个层面的退出，从援助退出，从气候议题退出，从很多区域的冲突、地缘政治退出，然后呢，要守它美国优先，要守它的本土安全，同时要求所有的这些供应链回到美国，就算在日本、韩国、台湾、欧盟的呢，也要输血，让美国这个投资进来、技术进来、工厂进来，成本再怎么高，它都要，因为它要跟中国的竞争过程当中。维持他自己关键的产业的主导性，但是他做出来大概只能卖到美国或者是部分的这个盟邦，因为成本过高。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就看到后美国秩序过渡期什么意思呢？黄循财说，大概是接下来10年，在这个10年之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整个 GDP 整体的经济会超越美国，不知道。但是呢，各位，整个亚洲的经济已经超越北美。整个亚洲的经济已经超越欧洲，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世纪要来临，但亚洲的世纪其实已经来临。你看看川普这个世界霸权的总统，像这样子一个领袖，他到亚洲来要陪着大家作秀，因为他自己说他今天为什么要参加那个签和平协议，泰国跟柬埔寨，他本来想去打高尔夫球的，但他说这个比较重要。他都要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然后呢，他到日本、到韩国去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面对要求你一定要来做美国的投资，然后呢，供应链的移转。为什么？你日本、韩国，以及飞过的台湾，半导体是你们最好啊，我们现在已经不行了。然后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这个稀土怎么办？根本没有办法。所以现在。美国在亚洲已经不是那种到处随便这个任我行啊，已经是不太那么吃香了。你看呢，只是外交场合上把它做出来，已经显现出，我觉得其实美国盛极而衰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尤其他到亚洲来的时候不再像以前一样，因为亚洲特别我都没有讲太多，
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中美之间才是真正的竞争的重点。而后美国秩序的过渡期这10年，大家会非常的动荡。好，那左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亚洲型亚洲各国是怎么去看待川普的到来的呢？当然，马来西亚应该是最开心的，因为川普上一次参加这个东协峰会已经是2017年在菲律宾，所以这是这个他这一任第一年他就到了东协峰会时隔上一次呢将近也超过8年了。那当然，这个马来西亚所以摆出很大的阵仗，而川普来也跟他签了贸易协定。所以马来西亚跟川普谈了他们的关税，但是最后落实是在他跟这次川普来的时候，双方签的贸易协定。这个双方签的贸易协定涵盖的面向非常广，包括马来西亚对这个川普对美国的采购，包括美国产品进入到马来西亚市场。当然，更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稀土，因为这一次他也谈到了双方要在稀土的合作。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说川普这一次去见证了。泰国跟柬埔寨的这个和平协议其实有人说这个他们两方都认为都没有说这是和平协定啦或和平协议，都说法就是说这是迈向和平协议的一个重要一步了，就是其实是一个加强版的停火协定了。那这个停火协定当初川普是怎么去达成的呢？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停火，那你就不要跟美国做生意，美国就会加高关税。那当然当时在那个情境底下，看起来好像川普出手是很有效果的。不过，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看起来它发生了一个化学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它跟这个柬埔寨的关系可能比跟泰国关系还好那跟柬埔寨的关系好，这很奇怪，因为柬埔寨过去是跟中国大陆是最亲近的，柬埔寨是东协国家里头跟中国大陆关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要排起来，可能老挝、柬埔寨一个第一，一个第二。那现在柬埔寨是最肯定川普努力的这个国家，反而是泰国呢，就有一点迟疑，有一点保留。为什么？第一个当然因为之前跟柬埔寨的互动，所以导致什么呢？这个前面的这个贝东丹下台嘛，所以他现在对于跟柬埔寨这个和解这件事情，新的这个阿努廷呢，这个首相呢，他就变得比较保留。第二个当然是涉及到，就是说，他这一次还跟川普签了一个稀土协议，所以呢，到底泰国未来怎么看这个稀土协议？因为泰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对于出售国家资产、出售国家的企业是很有顾虑的。那现在就跟马来西亚签的稀土协议，美国跟马来西亚签稀土协议，跟泰国签稀土协议，它的概念都是类似的，形式上都是促进这2个国家的稀土产业的发展。那实际上它要求是什么？你要加快你的这个许可证的发放，然后让美国企业能够在这里能够开采稀土，然后能够出口稀土。所以它会不会有这个未来被认为是所谓的贱卖资产？这个东西当然要看它实际的执行。所以我想，这稀土是未来美国跟这2个国家关系最值得观察的地方。好，接下来请教黄店长，你怎么看？川普这一次亚洲行我仔细的看一下，我发觉他真的是一个谈判专家，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我这样子一个个跟你说，第一个，他很了解每一个人的弱点在哪，那我就针对你的弱点呢去下这个重手。我举个例子，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在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大男人社会，如果你了解日本，就知道它真的是一个大男人社会。我们一直都有说娶妻要娶日本妻因为他们实在对男人非常的尊敬。那日本从1885年开始立宪，他的第一任首相是伊藤博文，到今天140年，这是第一次出现一个女性的首相。第二个，日本的众议院到今天它的女性的众议员的比例只有10%，台湾立法院有多少？你们知道吗？40%，你就知道一个女性在日本的这个政界想要出头是非常困难的。川普充分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这次去日本，你会发现他给高市早苗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这个礼遇，不单是称赞他，而且在这个叫做陆战队1号 Marine One 里面，居然带着他去，因为这个叫做什么直升机Marine One 就是陆战队的直升机带总统，那里面能载几个人嘛？川普的这个安全人员能带多少？高市早苗他也不能一个人上去你就知道通常不会容许别的国家的元首上来，但是他却这个带着他去，所以你就知道他给他非常高的一个规格的接待。
为什么要证实我尊重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就哇这么尊重我，那我也非常尊重川普，这是一个。第二个，你看他怎么对习近平的，他在整个的亚洲这里走了一圈哦，好比说在吉隆坡的这个东协峰会，好比说在韩国的 APEC 峰会，他几乎跟所有这地区的领导人全部见了一面，每一个人他都表现得跟你很好。最后他跟谁见面？最后他才跟习近平见面。为什么？告诉你哦，我跟每个人都非常好哦，是不是？那习近平看着他跟每一个人又在那里签这些协议，又在这里跟那个，好比说又到日本皇室，又跟高市早苗怎么样？习近平会不会有压力？会有压力，就是哦，好像川普的这个人缘很好，但事实上川普的这个个性在任何地方，川普怎么做，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说拒绝的？都不敢啊。这个川普随便一个东西，那个像最近又说加拿大10%的这个关税，他随时念头一动就加你就加你的，所以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会讨好川普，最后形成的氛围就是所有人都跟川普很好啊，这时候习近平会有大的压力。好，真的是来看完川普在这个国际上的表演，我们来看到他自己内政的部分。现在美国政府还是属于一个关门的状态哦。结果呢，欧洲信评机构就在24日宣布了，说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要下调1级，从 AA 下调至 AA 减，理由就是因为它的公共财政恶化与治理能力减弱。而就是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关门，所以白宫预告呢，它下个月不公布 CPI 了。所以呢，这可能会导致联准会要决定要不要降息，他们变成了一个盲剑客，因为他没有这个 CPI 能够参考了，所以在决定利率的时候呢，就等于只能用盲测了。但是呢，这个联准会啊，还是被外界预期会是再度降息的。这个分析师还有交易员就预期呢，联准会将会继续降息1码，使主要的贷款利率降至3.75% 至4.00%之间。好，接下来看到啊，现在这个美国是政府关门的状态，所以呢，很多的美国军人他们的薪水也都发不出来了嘛。因此呢，现在有一个川普的朋友，他是匿名捐了40亿来帮助军人去发薪水哦。这个呢，有现在130万的现役美军是领不到薪水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川普的朋友，他就捐赠了大约新台币40亿元来用于支付军人的薪资跟福利。那么现在就被质疑了，民主党就很质疑说，这个友人是谁呀？该不会是某一些外国势力吧？这样子的匿名捐款可能是违法的哟。结果五角大厦说，这个钱是根据国防部一般礼物接受权而接受的。而现在《纽约时报》也曝光了这个神秘的金主不是别人啦，而是这个美国银行业巨富梅隆家族的继承人，铁路大亨梅隆。他在川普第2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就开始长期的资助共和党，他为人很低调，而且常年不露面。好，那个美国军人的薪水有着落了，但是现在在军事方面呢，恐怕美国还是要持续的加把劲去对抗军事。美国的陆战队它就更新了2030的兵力设计，要来应对中共的威胁。他们宣示呢，要持续的提高部队的感知能量、机动与打击战力，以便更加灵活的应对中共在西太平洋的潜在威胁。而美军另外呢，在黄金舰队的计划上面也曝光了，他们的目标呢是要打造海上巨兽。并且呢，要在这个小型的护卫队以及大型的舰队上面呢，去配备更强大的远程飞弹，甚至可能包括了极音速飞弹。另外呢，美媒也说啊，这个美国的造船产业衰落，所以这个川普想要达成的这个黄金舰队可能是很难达成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造船业就是很衰落嘛，所以才要跟南韩合作啊。所以现在呢，就传出了新一代的哥伦比亚战级的核潜舰，还有2艘福特级的航母呢，交付都面临了严重的延误。这个呢，一个原定是2029年交付的，但是实际的交付时间至少要再晚个12至18个月的。不过我们来看到，在中国方面啊，这个大连的造船厂004型的超级航母，它的近照都已经曝光了。
来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空拍照显示，下一艘超级航母被外界称为是新级别的004型航母。据报呢，它的排水量达到了11到12万吨。如果属实的话呢，这就会成为全球史上最大的战舰呢，是超过了美国最先进航母福特号的10万吨，因为它来到了11到12万吨嘛。而现在呢，也被发现了，就是中国它已经曝光了最新的一个超强战机涂层，这是南华早报的报道。中国研究团队开发出了可以供隐形战机使用的超耐用智慧涂层，它可以承受高达摄氏1000度的高温，渴望彻底的改变战机技术。而这种涂层呢，有0.1毫米超薄，但是充满韧性的超银表面呢，是可以具备调阻抗特性的，非常适用于航太、电磁波等这个设备的应用。好，面对对抗中国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比较尝试出一张嘴的，但是呢，美国的内政方面呢，川普似乎就不太行了吗？杨教授，我看到有人捐款捐了40亿台币给美国国防部这个当做军费哈，因为政府关门，然后呢，暂时他们领不到钱，那当然之后他们还这个钱会领回来，40亿台币。可是各位你知道，美国有4200万人呢，每天是靠的食物券，Medicaid， 或者叫 SNAP， 在过生活。而这个 Medicaid 这个食物券呢，现在因为之前川普通过的大而美法案，投资了很多石化业的这些预算，所以呢，他要把这些食物链食物券要做这个删减。所以美国是极度的这种贫富差距的资本主义社会。我想这个大家都理解，但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它的通膨开始已经出现 CPI 的这个数据呢，已经低于市场的预期。然后呢，你就看到像是这边提到的信评机构，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对于美国的关门，另外一方面呢，也对于它的债务，它现在债务来到38兆美元，每年光利息就要缴1.2兆，而它其实每年的政府支出才6.8兆美元，就扣掉1.2兆是当利息，然后呢，军费1兆，那现在因为暂时付不出，所以呢找这个超级富豪来帮忙，然后社会福利呢，Medicare、Medicaid 加起来1.2兆，其实数量是很大，但是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慢慢的在缩水。那尤其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都忘记了，川普这个关税越来越高啊。你知道，在今年4月他宣布之前，美国的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2.5%，现在来到多少？平均25%以上，25%以上。如果对中国的再往上加的话，会更高。那这些的关税在8月15才开始课征，之前都是10%，所以这个之后一定开始慢慢的这个货架的东西会越来越高。为什么？之前有一个洗衣机，从2018年到2023年5年，大概平均涨大概关税50%，结果呢，到后来它涨平均的这个价格提高34%。所以各位，当这个关税如果来到25%的时候，你想那平均的关税会多少？至少涨到10到15%以上，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美国的经济跟它的金融跟财政，现在越陷入到困境吗？我是真的是越来越不那么看好。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继续来讨论现在这个美国的内政财政问题，请左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好。捐了40亿给美国的这个军队，40亿是这个1亿3000万，那么所以摊在美国130万的部队身上呢，就是一个人拿到100块，所以显然是没有办法这个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当然它的象征意义很高，可是这个象征意义的支票在美国也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律叫做反超支法，它规定你这个政府部门的支用费用的支用不能够超过国会拨款的范围。既然国会没有拨款给你，你就不可以用这个经费。
即使它是捐款的，你也是不能用，因为那表示说你的使用超过了国会授权的范围，所以这个可能会有违法的问题。这是为什么现在共和党要出来反对的原因。当然，你要去厘清这个捐款人是谁。现在说是这个梅隆哦，那当然你要确认是他，因为你传说也是不行啊。因为到底他这个人是谁，你要确认说到底这个捐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不是有不法的意图在背后，他是不是意图要影响美国军队未来的这个行动。所以这一笔钱捐进来以后，反而制造了更多的这个麻烦。当然，美国美军现在碰到的问题不只是没有薪水的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造船的问题。那很多人都讲到说，现在中国大陆造船像下饺子一样。所以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舰数量快速的成长，可是美军好像赶不上，所以现在美国要求助于这个韩国，韩国现在一个是现代，一个是韩华，被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协助美国重建它的造船业的。美国的造船到底出现什么问题？第一个，它在战后把它的商用造船外包到了韩国跟日本去，所以它使得它的变成它只做军舰。然后只做军舰的它问题是什么？当然本来是没有问题，但是美国就是不断追求科技的突破、技术的更新，它缺乏效率，所以它通常平均超支57%，然后平均会延后6个月，最少是延后6个月。那特别是它现在就是不断的修改它的这个原始设计，它新的这个星座级的巡洋舰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它第一个可能就要拜托韩国来帮它造巡洋舰。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中国大陆要创造出了全世界最大的航母了吗？黄舰长。第4艘航母在网络上流传了好久了，那各方面的消息不断的新的出来，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这样子告诉各位：第一个，它是核子动力的；第二个，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斗舰艇，就是它有大概11万吨以上，比这个美国的最大的大概。福特级大概是10万出头一点点，所以它比它大很多。第三个就是它的电磁弹射，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一直到现在，福特舰电磁弹射还没有弹过 F-35哦。那那个叫福建舰已经弹射过了，所以它到顶了。那接着下一艘，其实我在关注下一艘，就第4艘大概就是这样子。其实我现在真的非常关注第5艘。第5艘哦，如果它的性能哦。几乎跟就是说第4艘一样，然后它的型号没有变，所谓型号就是第1艘是洞洞1、洞洞2、洞洞3，